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现在是 G318国道骑行的第5天。现在我们要从京都桥出发，前往下一个大目标高尔氏山。爬上海拔4400的高尔氏山之后，我们要下坡抵达雅江，之后应该还会再骑一小段，就到雅江再看情况。昨天被折罗山海拔4300公尺的降瓦。每爬20公尺就要停下来喘一下休息一下，给吓到了。因为昨天提早休息，现在外面应该全部都还是天黑。早上5点钟，看一下还有没有早餐可以吃。昨天就睡在这舒舒服服的房间，但是其实没有睡得很好。10点钟开始睡，结果凌晨12点半就开始醒来，之后就觉得被子好像太保暖了，好热。然后之后心脏一直扑通扑通的跳。呼吸也比较没有那么顺畅，但昨天晚上我就没有选择去吸氧，想说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。真的有急性或者很不舒服、逼不得已的时候，我觉得再使用氧气就好了，不然后面还有好多海拔平均3000以上的高山。如果现在就开始吸氧，一路要吸到拉萨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。因为房间在1楼，车子可以直接推进门，整理行李非常的方便，很快速。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。赶快出发咯！还没有试过在这么早的时候出发。现在骑出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气温还蛮舒服的，2件外套穿起来，如果等一下爬起坡来刚刚好。希望5点钟有可以找到早餐店哦。边骑边看啊，反正存粮昨天也买了很多，喝的倒是有点担心，但等到太阳升起来之后，小卖店也都开了。要离开舒服、灯光明亮的房间，然后出来骑脚踏车，脚还有前一天的疲劳酸痛。但还是要出发啦！骑车就是出门的第一步最难，出门之后过个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就会豁然开朗。骑了6.5公里，爬升120公尺，现在时间也还没有到6点，太阳还没日出，现在气温大约-1度。其实，在我生平当中，这也是相当冷的骑车天气。可是我的体感没有这么冷，我感觉好像至少有个10度左右。2件外套穿上去，还不用到抓绒的脖围，刚好是一个不会流汗、骑起来温度很舒服的天气。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因为现在的海拔3708，再加上 Brighton 说的251，其实高尔氏山海拔不到4000。我又查了一下高德地图，发现那边有个隧道，所以我觉得我在网络上查的资料应该是比较旧的。现在有隧道打通的情况下，可能不用爬到4400公尺，所以就不用想这么多，剩下的4.3公里一口气把它爬完。现在时间6点半，爬上去的时候太阳升起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拍到好的景色。出发了 ，Go Go！太厉害了！谢谢。为你这个再点，谢谢。好，先走一步啊！好，谢谢，加油。终于抵达高尔氏隧道，海拔3910，哇，好爽啊！原本心理建设是要爬到海拔4400公尺，但是像现在海拔将近4000的地方，讲话自己感受一下。我查到的资料应该是后面的高尔氏隧道还没有开通之前，所以是一条蜿蜒曲折的318国道。刚刚在骑乘的过程中，我也有看到更上方有路盘旋而上，只是现在已经没有车在走那边了。好险这条隧道没有进行自行车跟2轮车，不然海拔差了整整500公尺，真的差很多。
好险，昨天我乖乖停在新都桥，不然就会错过这一段下坡路的美景。除了一般山路常见的180度发夹弯以外，还塞进了许多360度的圆圈圈弯道缓和坡度，配上早晨的阳光穿梭在明暗光影之间。随着高度下降接近河流，腹地增加，路型也变得平直，房屋也增加密集了许多。地理课本学到的概念，骑一趟更能理解发展的成因。到雅江还有20公里哦，那我先吃个饭好了。刚爬坡爬到高尔斯隧道的时候，我其实就已经很饿了，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上上下下啦。20公里有点距离。吃饭啊？对，饺子，然后不要加辣。不要加辣，对，你倒一点醋就行了嘛。也不用，近的，对，单纯饺子就好。好，25分。好，从刚刚的海拔4000先下坡下到海拔3000公尺，冷到讲话都口齿不清。虽然还没有真正抵达雅江市区，但是整个沿路下坡景致也是非常漂亮。雅江也有中国松茸之乡之称，大家也看到沿途下坡的景色啦。上面可能是采石头采矿的，随着一个一个弯的回旋下来之后，就会有很多个村庄，非常有特色。身在台湾的我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，这里还是海拔3000公尺，就算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村庄，其实我们在台湾已经想象不到了。想象一下，在海拔3000公尺的昆阳会有这样子一大排的建筑、宽广的马路。也还好，昨天没有选择继续赶路骑下去。刚在上坡的过程中，好像真的没有住的。通过隧道之后，抵达这些村庄去住宿的话，就会错过了很多很漂亮的美景。虽然是马后炮，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睡在新都桥真的是太好了，可以拍到这个下坡美丽壮观河流、村庄。现在讲话都要很小心，不然在这个高海拔地区要消化那18颗大饺子，都有点想吐的感觉。因为通常这种小餐馆都是没有菜单，老板可能念3、4个选项，然后你就选其中一个。之前吃过面条，觉得饿得蛮快的，结果没想到饺子吃到哇，整个肚子超级饱的。等一下去雅江补个饮料就好了。我自己的个人习惯啊，除非是很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不然基本上就要把它全部吃完。想说不要浪费食物嘛，可是你站在生理学的角度的话，其实你吃下去多的全部都会变成你的脂肪。基本上脂肪在爬坡的时候很难被拿出来运用。好嘞，那我们就继续下坡前往雅江，出发喽 ，Go Go！长下坡的终点是雅江市区，一座位于雅龙江中游、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要渡口，现在则成为了中国的松茸之乡。雅江是座悬崖江城，四周环山，视野比较封闭，直到抵达前的最后1公里，才有办法一窥这一座城镇的样貌。在这种美丽的大自然峡谷景致、河流潺潺声音之下，竟然会塞车，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塞车，莫名其妙的。搭车吗？我不要，是吗？对我不要，他们好多都是搭车，没关系，我自己骑。他们这些都是搭车，你看，人和单车一起是100块钱，他们有2个人在上面。我先不要，不要是吗？对，好的，谢谢。那今天到香格中看情况，应该是对，好，谢谢。好的。在还没有骑这一条318以前，泸定、康定、折多山，以至于现在身后的雅江，对我来讲只是个地名而已。我只在乎海拔。来到了雅江市区，才发现这是一个依着山势而建的山城，非常的壮观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各有各的魅力。早上还-3度，现在已经22度了，等一下温度还会更高，而且过了雅江之后，
应该是要爬坡了。刚刚有司机问我说要不要搭车，好像是到礼堂吧，到礼堂还要150公里，一个人100块人民币而已。蛮便宜的，害我都有些心动了。还好我有在拍影片，不能偷懒。绿豆棒棒冰，绿豆包红豆，蛮特别的组合。其实我在台湾点豆花的时候，也会这样子点红豆加绿豆加花生。刚下坡手脚都冻到冷冰冰的，就现在还在这边吃冰棒，感觉真的就是日夜温差太大了。从日出前的0度到现在10点、11点到下午3点之间，都是快30度的高温，谁顶得住？现在准备驶出雅江市区，码表也开始提示了。接下来在29公里要上升1680，这个应该就是尖子湾山。现在时间11点，试试看吧，就把这1680爬完。过了尖子湾山之后，会有一段海拔4000公尺的高原地带，然后在那边上200-300这样子。我觉得以今天的时间跟状态，可以爬完尖子湾山。是睡觉的海拔高度，肯定就是海拔4000以上了。中午都还没到，就不要想睡觉的事情啦，先爬坡爬起来。上次也是在北海道的阿寒湖，温差太大了，观念没有切换过来，导致缺水。这一次就直接把水带满，也不用担心重量会变重。这个天气水耗得很快。顺带一提，现在的海拔2700公尺，我现在都已经脱到剩短袖了。休息一下，歇时间12点整，海拔再度回到了3000。相较于早上4000的高海拔，现在3000的海拔果然可以让我撑得比较持久。但是为了我们的爬坡发展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，所以我们要奉行15-5政策，每骑乘10分钟要停下来休息55秒。虽然现在已经超过55秒了，但是我没办法起步啊！怎么突然之间车这么多？而且躲还没办法躲，爬坡的时候有大车，右手边又有山沟，已经累到不行了。你还要控车，就有点累，心累，身体累。啊！要爬到尖子湾山，还要爬升1100公尺。大家看到后面这一种长直线，反而坡度比较陡。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回头弯的地带，因为至少有个墙可以靠，然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虽然从前面骑到现在都还没有可以卖吃的喝的地方，但是接下来我记得后半段会有几个村落，而且还是318骑行非常著名的骑行驿站补给点，所以那边会非常的热闹。再看情况，看一下等一下爬坡的状态进度如何，再做决定咯。高海拔，大车，坡度12%，如果可以花100块人民币，直接把我送到礼堂，早知道就答应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好远啊！差1/4啊，好像还有30来公里才到。铺了一个洞，原来扎了2个洞，整了1个多小时走不动了。啊，它还有一种那个大车，排水不是的，朝着外面嘛。哇，那个一过来的时候，直接性的那个气嘛，又让你吹了，直接喘不过来气。后面有大车来了，我就顺便休息一下，靠这边上。对，睡点嘛。哎呀，不停的按喇叭。对，烦死了。我先慢慢骑上去啊，兄弟加油！我这个基本上就是靠腿。对，这太重了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抵达象阁中，这边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单车住宿的地点。很多人会选择从新都桥或者雅江出发，然后就选择在这边休息。废话，我现在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可惜时间太早了。目前海拔3600公尺，刚刚稍微调整了一下策略，原本是比较随性的骑乘，累了觉得想停就停，或者看到腹地后面又有大车的喇叭声、引擎声，我就直接索性停在旁边。但是过程就会变得有点煎熬，有点颓废，所以我刚刚稍微给自己一个目标，每爬升50公尺才可以休息。基本上刚刚就按照这样的节奏 run 了4轮，然后每次休息可能就是1-2分钟，喘口气，然后就继续骑车，也没有真的坐下来。现在肚子也蛮饿啦，所以就在这个象阁中的村落补给一点东西，稍微休息一下。上面看到天路18弯，等一下我们就会骑到了。我还比较喜欢这种发夹弯弯来弯去的，因为坡度比较缓，直线的那一种根本就是8到12%那边。啊！好。哇！大家今天吃完泡面重新起步之后，不知道是不是血液被拿去消化的缘故啊，心脏扑通扑通的跳。慢慢来，适应一下。今天骑到哪？你对西路。你从新都桥出发都到这里来了？对。看你们，从雅江到现在就再搞10几公里。我就推过来的，你是骑过来的，我们2个是不一样啊。你行李比较重。我是重装啊。对。我比较轻。我还要烧饭，我还要睡觉啊。对。我还要吃。你中午吃饭吃了多少钱？50块左右。50，你我3天都花不了50块钱。我吃个饼6块钱。加个馍1块5毛钱，7块5毛钱，听懂了没有？有。第一，钱要节约花；第二，要多施舍，多布施出去。你把车停下来，我讲几句话。你在新都桥是不是100？对。我这100块钱，我孝敬我的父母，孝敬我的爷爷奶奶。你睡旅馆100块钱舒不舒服？舒服。我睡帐篷舒不舒服？也舒服。你用金钱换来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有道理。能不能听懂？有。所以说，我不是让你花钱看一看。我赚这个钱，我在路上捐款都捐了上千块钱都不止了。看看，这钱是我补的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有。看到了没有？有。让你今天吃饭吃不吃？我吃7块5、42块5，我再捐给别人，你说快不快乐？好了。好，谢谢大哥。谢谢大哥。喊我叔叔，不能喊大哥了。我儿子都98年的。大家常在说雷哥好像没有什么在意装备，很省。开什么玩笑？在这条 G318上，我是装备最豪华、花钱最不手软的人。在台湾比较少人玩重装旅游的单车旅行，但其实在中国，国外很多玩得很疯，你完全没办法想象，感觉好像一台车就可以直接把全身上下家当全部载在上面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骑的。我还在那边想东想西，行李取舍，人家一个菜篮车，什么东西全部挂上去，绳子绑一绑。现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天路18弯观景台，等一下在过去最后一段之后，就要开始盘旋而上。刚刚有用空拍机稍微勘察一下，一样是直线陡、弯道缓的节奏。就想说奇怪，距离山顶还有450公尺，飞机限高120公尺，在这个所谓的航拍景点，真的有办法拍到网络上天路18弯的那一个俯瞰景色吗？果然高度不够，再加上现在行进骑车的方向是逆风，飞机飞过去的速度非常慢，我们还是脚踏实地出发了 ，Go Go！要撑50公尺才停脚一次，有点难度。现在已经变到30到40之间，现在海拔高度3976，又要再重新回归海拔4000的怀抱了。等心脏、呼吸全部都回来之后，就要马上出发，这样子每一次推进的节奏才够快。
好了，现在马上前面再一条小小的直线就到剪纸湾山隧道，也因为有隧道贯穿的缘故，所以还没有比折多山高，这是好事，我不想再爬了。这边海拔也已经4200了。刚刚爬坡的过程中已经不是意志力的问题了，真的撑不到50公尺。爬升个20-30公尺就差不多停下来，心脏扑通扑通的跳。保险起见就不要逞强啦，就走走停停，慢慢拍。反正等一下就是全部下坡了。今天的住宿我还没有定，在 Trip 上面的住宿都写售罄，但是我觉得等一下下坡会有一些村庄地名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担心。下坡的过程中应该是找得到。过了剪纸湾山的功课我完全没有做，因为接下来的地形真的太复杂了，在海拔4000的地方上上下下，我也不知道哪些有隧道，哪些没隧道。好了，这船也船够了，外套也穿上去了，手套穿上去，准备下坡咯。保暖很重要啊，上坡可以光溜溜的，下坡就全部武装，出发了 ，Go Go！从隧道里面也是缓上坡，哦，怎么出隧道还有啊？崩溃啊！哇！真的不是一路下，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往上爬坡，哎，真的是崩溃。现在状况不太好，小头晕，话想太多，或者说一个节奏呼吸不对就会想吐，实在是不想再踩上坡了。看了一下高德地图，它预估爬坡大约需要19分钟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大概就要爬40分钟了。哇，判断力真的变差了，整个忘记要补充吃的，没有血糖，再加上高原反应。那一定会更加严重。好，现在我们抵达熊中卡观景台，没有要干嘛，也没有要飞空拍机，就只是想让大家看一下我强的样子。现在海拔其实已经比折多山还高了，刚刚断断续续又往上爬了100-200公尺，眼前的路况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我真的希望不要爬坡啦。心理建设是建设到剪纸湾山隧道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个弯？从你现在视野的尽头骑到这个熊宫塔观景台，我大概停了3-4次有吧。哦，想睡想吐，没有力气，撑不久，标准的高原反应。只是没有到那么严重而已，我尽量在把控啦，就是一直休息，不要让它跨过那条线，但就进度就会很慢，那也没办法。不要啊！如果还要爬回去，那为什么现在要下坡呢？哎呀，崩溃啊！看着这个小可能爬升也不到20的坡，哎，心态崩了。我只希望这是最后一个，不要再有啦，就不能太激动。情绪太激动，那个呼吸会乱掉。看来高德是准的，还要再上坡1.3公里。我还以为从隧道直到住宿的地方之后就全部下坡嘞。现在时间都7点36分了，到饭店旅店大概8点半到9点之间。前面这个弯应该也是最高点，上面也有电波塔，通常都会代表顶点的特征啊。平平缓缓带点上坡也行了，而且中间有个小聚落，看看有没有住店的，可以提早住。怎么又要先下坡呀？听说这里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玻璃栈道，不管这么多了，哪还有这个心思去走这个玻璃栈道？这里应该也是没有住宿的，只能继续骑下去了。有这里有住宿的吗？
风大喽！多少钱？这不是这，这算。对，住宿。这他来一个人这50块钱，这50块钱这我们大家伙嘛，老板他们是100多。好的。这我50块钱一天，是我生意，你们好我好，大家好这么哦。谢谢。嘛，你饭吃没有？还没。脆脆的，好吃。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牦牛肉。这就是今天的房间，没有洗澡的，厕所还要走到后面，而且是要在户外拉，因为现在没有水。还好我今天没有想要拉屎的感觉，不然现在户外海拔4300公尺，强风吹拂。不要啦！距离我原本查的点其实只要在4.5公里，但是那边有没有房间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确定那边是一个大的村落还是只有那一家店而已，所以我就不敢继续赌下去了。不止心理建设，还有高海拔的低氧下，这个超乎我的想象。还有最重要的，这边有充电的，然后被子够保暖，都感觉好累哦。因为我心理建设就是在剪指湾山隧道，结果没想到啊，都还有小小的上上下下，基本上就是车子骑起来，然后倒数2分钟，2分钟之后你就要停在旁边休息个1分钟这样子。只要有上坡的路程都长这样，不管缓坡陡坡。昨天我在海拔3500的新都桥镇没有睡到很好，希望今天能够睡好，明天就等日出再出发吧，不然天黑风大，高海拔的草原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收录的声音，有狂风呼啸。刚刚爬坡的时候就是顶着这个逆风在骑，在高海拔的草原上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景观，非常新鲜。Google Map 资讯全错真的好麻烦，用高德地图还是什么的，你要东凑西凑，得到的资讯又不够完整，很多时候你就只能现场去试错。明天的路线全部都在礼堂的高原上面骑乘，应该也是上上下下的，身体状况很不好，但是至少有电充，然后有保暖的房间，可以睡这个保暖的毯子，好想直接钻进去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次 G318 Day 5川藏线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今天从新都桥骑到了高尔士山，下坡抵达雅江之后，又要再爬升1600、1700，抵达剪纸湾山，然后在高原上面上上下下载浮载沉，真的是累。我是雷哥，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